中东这块地儿真不愧是生产大户，2200亿美元，很多国家一年的 GDP， 差一点的辛辛苦苦一年还没人家零头多。而且要知道，卡塔尔自己一年的 GDP 也才2400多亿，结果花这么多钱就为了举办一场世界杯。先不说能不能回本，卡塔尔花这么多钱值吗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卡塔尔位于中东地区阿拉伯半岛东侧的卡塔尔半岛，濒临波斯湾，与沙特阿拉伯接壤。面积不大，只有约1.1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09万人。不过，其中只有不到15%的人是卡塔尔公民，其余的都是来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菲律宾等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工人。2022年的卡塔尔可以说是出了个大风头，为了举办世界杯，豪掷2200亿美元，直接破了世界纪录。这2000多亿是什么概念呢？像他的前辈俄罗斯世界杯的总投资不过116亿，再往前点巴西世界杯虽然多了点，但也才150亿美元。连卡塔尔的零头都够不上，哪怕再往前数10届，投资加起来仅相当于这次的1/5。钱给的足，卡塔尔花起来呢也相当豪横。别的国家办世界杯可能呢也就修一座体育场撑撑面子，而卡塔尔就不一样了，好歹也是中东第一个办世界杯的，哪儿能这么寒酸？建个大的，我直接建8个，而且吧，这8个设计还不一样，由近1000个集装箱搭配移动模块组成，不用了呢还能拆了。我国修建的卢塞尔球场更是被称为大金碗，成了卡塔尔的新地标。你说说，巴掌大的地方，结果拿出2000多亿就为了办个世界杯，那不是卡塔尔怎么会这么有钱啊？你要说的运气好吧，但人家面积小，而且大部分国土都是沙漠戈壁，气候呢也炎热干燥，简直不像是人活的地方。但偏偏人家地下海里呢发现大量的油气资源，天然气储量世界第3，气田的面积更有卡塔尔国土面积1半大，石油储量虽然不多，但也是世界第14的势力。就凭这个，卡塔尔毫无例外的成了个富国，人均 GDP 高达8.5万美元。别说996了，人家每天工作3个小时，哪天稍微加班到下午2点，都觉得自己具有务实精神。当然了，这里说的是仅限于卡塔尔那15%的公民。正是因为有钱，所以卡塔尔在世界杯上的操作也不是常人能理解的。除了建体育场，世界杯毕竟是全球盛会，为了招待游客，卡塔尔是下足了功夫，不仅和土耳其等国签订了协约，请他们一起维护治安，保障游客安全，还担心游客太多住不下，新建上百座豪华酒店，租邮轮当临时酒店。另外，为了方便球迷也来卡塔尔看比赛，还大手一挥，批了上百亿建新机场。要是想要旅游观光，他们还建了价值300多亿美元的地铁，把所有景点、球场、商场串联到一块儿，让游客能一见到达。更离谱的是，光建这些，卡塔尔土豪还不满意。为了配套卢塞尔球场，他们直接在距离首都多哈15公里的地方建了个新城，总花费超了上千亿美元。可以说，卡塔尔把中东土豪的毫无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直接超过去10倍预算，在那儿疯狂花。不过问题也来了，就是卡塔尔花了这么多钱出去，能赚回本吗？要知道，像这种世界赛事有赚头，但很少。比如说奥运会，希腊就因为超预算没收回成本直接破产，而英国也放弃了申办2030年世界杯。曾有人预测过，世界杯能给卡塔尔带来的收益有170亿美元。看着不少，但实际还没人家付出的多，连零头都没有。那卡塔尔为啥还要这么做呢？图啥？钱多烧得慌吗？那当然不是。卡塔尔当然知道回不了本，但人家的目的呢，就不是为了回本。都知道卡塔尔是因为油气资源才这么有钱，但这也暴露出了一旦资源没了，卡塔尔肯定没啥好日子过。所以呢，为了改变这单一的经济情况，卡塔尔就得另谋出路。早在2005年，他就启动了金融中心计划，通过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，最终成为中东甚至是世界金融中心。当然，这只是一方面。而这一次呢，卡塔尔大型基建不仅是为了举办世界杯，还是为了展现实力，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。毕竟第一个阿拉伯国家，第一个在北半球冬季举办世界杯的国家，还花了这么多钱，让卡塔尔赚足了热度。此外，也是为了发展国家基建，接着这次机会呢，促进旅游业、服务业、金融业等其他领域的发展。虽然短期内卡塔尔简直血亏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这绝对是件罪在当代、功在千秋的好事。不过这次世界杯也让全世界都知道，原来有钱人也会不开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有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